法句经，佛陀的话为什么像刀子？我们花了2期拆龙树的中论，8部中道，4句否定，逻辑严密到让人窒息。如果你跟到这里还没掉队，恭喜你，你的大脑经历了一次高强度的哲学马拉松。今天喘口气，我要带你回到一个更早更安静的地方，没有龙树，没有宗派论战，没有层层叠叠的逻辑推演，只有佛陀一个人面对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困惑，开口说了一句话，就一句，但那一句话2500年了，还在扎人。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礼杰，今天聊法句经。法句经的巴利文叫 Dhammapada，Dhamma 是法， Pada 是脚步，也可以翻译成句子、路径，所以法句经的意思就是法的足迹，觉悟者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脚印。它是巴利三藏里最短最直接的一部经典，一共423句寄诵，分成26个品，每一句都是佛陀在特定场景下对特定的人说的话，不是讲经，不是布道，就是说话。如果你读过论语，你会马上找到感觉。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老师的日常言行，法句经也是佛陀的弟子记录老师的日常开示。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条单拎出来放在任何时代依然成立，但坐标系不同。论语大部分在回答人跟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仁义礼智信、五伦关系、社会秩序。法句经回答的问题不一样，它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你的心在干什么。坐标系不是人和人之间，是你和你自己的意识之间。我给你念几句，你感受一下。开篇第一颂，第一品第一句，佛陀上来就说，心是一切经验的先导，心是主，一切由心造作。若以染污之心说话或行动，痛苦便紧随其后，如同车轮跟随拉车的牛。紧接着第二颂，同样的结构翻转了，心是一切经验的先导，心是主，一切由心造作。若以清净之心说话或行动，快乐便紧随其后，如影随形。这2句话把整部法句经的底牌全亮了。佛陀没有上来就谈轮回，没有谈涅槃，没有谈12因缘，他就说了一件事，你的心是什么状态，你的整个世界就是什么状态。用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用的唯识学来翻译，这就是说阿赖耶识里存储的种子决定了你意识渲染出来的画面，种子清净，画面就清净，种子染污，画面就染污。而那个关键的转折点就在每一次起心动念的瞬间。佛陀用一个赶牛拉车的比喻，把这件事说得比任何哲学论文都透彻。这就是法句经的力量，它不做论证，不见体系，它直接让你看见。我再念几句。第3品第33颂，心是飘忽不定的，难以驾驭，难以守护，智者调伏自心，如同健将修直弯剑。第6品第76颂，如果你遇到一个善于指出你过失的人，应该跟随他，如同跟随一个带你找到宝藏的向导。跟随这样的人只会变好，不会变坏。第10品第129颂，一切有情畏惧刑罚，一切有情珍爱生命，将心比心，不应杀害，也不应教唆杀害。第17品第223颂，以不嗔胜嗔，以善胜不善，以不施胜谦令，以真实胜虚妄。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第12品第166颂，不要因为别人的事而忽略了自己的事，清楚的了知什么是自己的事，然后专注去做。你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这不就是在说我吗？刷了1个小时别人的八卦新闻，自己该做的事一件没碰，整天操心朋友的婚姻，自己的情绪一团乱麻。佛陀在2500年前就看透了这件事。人类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拿别人的剧本来逃避自己的演出。再听一句更猛的，第21品第290颂，如果放弃小的快乐，能够获得大的快乐，智者应该放弃小的快乐，着眼于大的快乐。这句话你可以在2个层面上听。第一个层面很实用，就是别为了眼前的爽，放弃长远的好。少刷半小时手机，多读半小时书，这是自律鸡汤。但佛陀说的不是这个层面，他说的是第2个层面。
那个大的快乐不是更大的感官享受，而是当你不再被任何快乐绑架的时候，那种彻底的自由。小快乐是得到什么，大快乐是不需要得到。你看，同样一句话，初学者听到的是时间管理，觉悟者听到的是解脱。这就是法句经的设计精妙之处，它像一个多层密码，每个人拿到的都是自己那一层的答案。你发现没有？这些话不需要你先学会任何理论，不需要你懂80，不需要你懂三自性，不需要你懂缘起性空。佛陀就像一个特别会说话的长辈，把你拉到面前，用最朴素的比喻，让你看到你自己正在做的事。飘忽的心像弯剑，你能不能把它修直？批评你的人像寻宝向导，你能不能跟上？你怕疼，别人也怕疼。你操心别人的事，自己的功课还没做，就这么简单。但恰恰是这种简单才最难，因为复杂的理论可以留在脑子里。你学了八部众道，你觉得自己理解了，然后生活照旧。但法句经不跟你玩这个，它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手指，指着你的脸说，你看看你自己。上周跟人吵架的时候，你嗔了没有？今天占了别人便宜的时候，你心里清不清楚？理论让你觉得自己在进步，法句经让你发现自己在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这些南传佛教国家，法句经是日常念诵频率最高的一部经典。不是因为它最深奥，是因为它最疼。好，现在我要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在中文世界看到的法句经和巴利文原版的法句经其实不完全是同一本书。巴利文法句经423颂26品，这是南传佛教保存下来的版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接近原始形态。而中文法句经是公元224年三国时期吴国的韦齐南带到中国的，后来竹江岩又补充了13品的内容，最终由支谦编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39品758颂的版本，数量几乎翻了1倍。为什么多出这么多？因为中文法句经的底本不是巴利文版本，而是来自犍陀罗地区的梵文和混合语版本。佛教从印度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不同部派各自收集了他们认为是佛陀说过的偈颂，然后各自编辑成集。巴利文版本沿着南传路线保存在斯里兰卡，而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是另一条传承线上的版本，内容更多，来源更杂。到了北宋年间，天锡斋又翻译了一个更长的版本，叫法集要颂经，有900多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法句经从来不是一本被某个人在某一天写定的圣典，它更像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语录集。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记住了他说的话，佛陀入灭之后，不同的僧团带着各自的记忆去了不同的方向。几百年后，有人把散落在不同地区的偈颂收集起来，编成了各自版本的法句经。这跟论语的命运几乎一样，孔子没写过论语，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本是好几代弟子增补筛选之后才定型的。但这个事实非但没有削弱法句经的价值，反而让我更尊敬它，因为能穿越几百年口耳相传而不被淘汰的句子，一定是每一代人都在用它，每一代人都觉得离不开它，所以它才能活到今天。这就是文化层面的自然选择，能活下来的句子都是狠话。而且你仔细对比巴利文版和中文版，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两个版本都收录的那些偈颂内容高度一致，说明这些句子在两条传承线上经过了几百年的独立传播，依然保持了几乎相同的面貌。一句话，如果在印度南部的斯里兰卡和中亚的犍陀罗同时被人记住，而且记的内容几乎一样，那它的穿透力得有多强？这些偈颂不是靠权威保存下来的，是靠实用性保存下来的。每一代人用自己的生命验证了它，所以才会不忍心忘记它。说到翻译，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误会。有观众之前在评论区问过，佛教里的苦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佛教听起来那么消极？上来就告诉你人生是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个翻译事故里。佛陀在法句经里反复用到一个词，巴利文叫 dukkha， 中文翻译成了苦，但 dukkha 的本意根本不是痛苦。关于这个词的来源，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解释。du 是坏的、不好的，kha
是轴孔， dukkha 的原始意象是一个轴孔歪了的车轮。你想象一下，一个轮子的轴孔不正，装到车上，一转起来就咯噔咯噔，不圆滑，不顺畅，整辆车都在颠簸。虽然学者对这个词源还有其他说法，比如有人认为它来自站立不稳的意思，但不管哪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dukkha 的真正含义不是痛苦，而是失调，是系统没有对齐，是你整个人的运转有一个结构性的偏差，导致怎么努力都不顺。这跟中文里的苦完全是两种感受。痛苦是一种情绪体验，但 dukkha 是一种系统状态的描述。就像你的电脑不是坏了，而是底层配置不对，所有程序跑起来都有一点点卡。当年的翻译者把 dukkha 译成了苦，苦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情感重量太大了。将近1800年来，中国人读佛经第一反应就是佛教说人生是苦的，这也太悲观了吧。但佛陀说的根本不是人生是苦的，他说的是你的系统有一个结构性的失调，而这个失调是可以修复的。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不同，一句是绝望的判决，另一句是一份可以执行的诊断书。你回头去读法句经里所有出现 dukkha 的地方，把苦替换成失调，整个经的气质立刻变了。它不再是一本教你认命的悲观手册，它是一份系统调试指南。好，说到佛陀觉悟的那一刻，法句经里有两颂特别有名。传说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那个瞬间说出的第一句话，第11品第153和154颂。大意是这样的：流转轮回无数世，寻觅造物者而不得见，生生世世失调不堪。造物者啊，如今你已被看见，你再也无法造屋了。船木折断了，栋梁摧毁了，心已达到无为之境，一切可爱已经灭尽。这段话实在太厉害了。佛陀没有说我悟到了宇宙真理，他说的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给你造房子，你被关在这些房子里面，找了无数辈子都没找到那个造房子的家伙是谁，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他了，你看见了是谁在造，那一刻整个结构就塌了，因为看见本身就是拆除。如果用唯识学的语言翻译，那个造物者就是第七末那时，那个不停的把我粘贴到每一次经验上面的深层直取，而看见它就是转识成智的那个瞬间。你不是打败了它，你只是看见了它，看见了它就失去了造作的能力。2500年前，佛陀用一个造房子的比喻，把整个唯识学的核心机制提前剧透了。而且你注意他的措辞，他没有说我摧毁了造物者，他说的是造物者你已被看见，不是打败，不是消灭，是看见。这个区别太重要了。你越想消灭执着，你就越执着，因为消灭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但如果你只是看见它，不评判，不对抗，只是清清楚楚的看见那个一直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它就自动停了。就像你在黑暗中被一根绳子绊了无数次，你不需要去砍那根绳子，你只需要打开灯，灯一亮，你自然就不会再绊倒了。这是法句经里藏的最深的一个修行秘密。所有的改变不是从对抗开始的，是从看见开始的。这就是法句经的能量。它不需要你懂理论，就一句话，但那句话会在你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也许很多年以后，某个失眠的凌晨，某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瞬间，这句话突然从记忆深处浮上来，然后你整个人被击穿。理论是给脑子用的，法句经是给命用的。你知道在南传佛教的寺院里，法句经是怎么用的吗？不是拿来做学术研究的。僧人们每天清晨念诵，居士们把某一颂抄在纸条上随身携带，遇到困难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有点像你手机里存的那句座右铭。但比座右铭厉害的地方在于，法句经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2500年的人类命运的测试，能活到今天的座右铭没有一句是鸡汤。而且法句经有一个特别适合现代人的地方，它短，每一颂就是2-3句话，你不需要坐下来花1个小时读经。你在地铁上，在午休的时候，在睡前，
随便翻开一页，读一诵，想一想就够了。这是一本为忙碌的人设计的觉醒手册，不是因为佛陀知道2500年后的人很忙，而是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从来不需要说太多。最后聊一个态度问题。很多人觉得佛学经典要读就读最难最深的，中论成为实论，楞严经越烧脑越好，法句经太简单了，小学生都看得懂，没什么含金量。我以前也有这个偏见，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到。法句经里最著名的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你觉得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你当然知道，问题是你做得到吗？唐朝有个故事，白居易去拜访鸟窠禅师，问佛法大意是什么。鸟窠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很不满，说这3岁小孩都知道啊。鸟窠禅师回了一句，3岁小孩说得出，80老翁做不到。法句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这种东西，你一看就懂，但你做不到。而你做不到的原因，恰恰就是前面7期我们一直在拆解的那些深层结构。四圣谛告诉你失调的根源，缘起告诉你万物的运作方式，般若告诉你一切现象没有固定本质，中论告诉你连没有固定本质这句话本身也不能执着。你需要这些理论，不是为了理解法句经，法句经本身就足够清楚，不需要注释。这些理论是为了让你看见你为什么做不到法句经。所以法句经不是入门读物，它是终点。当你学完了所有的理论，绕了一大圈，最后回到法句经，你会发现佛陀从一开始就把答案放在这里了，只是那时候你的眼睛还没有长出来，而那双眼睛也许就藏在这423句话里的某一句，等着你。等你的生命走到那个特定的岔路口，它才会亮起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句很普通的话，在某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变得不普通了。如果有，我很想知道是哪一句话在什么时候扎到了你。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